没有错的话呢，拉下来，然后手要张开，好像张开你女朋友的脚这样子。哦，把脚打开。小真不懂自己做不做到的。哦，好痛啊！哎呀。早晨啊，大家！今天我这个影片呢，要带大家来看看的呢，就是我一天所吃的东西，还有我所做的运动。那假如你是一直都有追踪我的减肥计划的话呢，你应该都知道我是吃 Keto 生酮为主的。可是呢，我成功的在大概2个星期前呢，就摆脱了 Keto， 回到去一个正常 balance 的饮食，就是说有吃碳、有吃肥跟吃 protein。所以现在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吃我的早餐。最近我的早餐呢，其实还蛮随便一下的啦，因为我早上发现我起身其实也没有什么胃口，而且我也很懒惰的关系呢，所以呢，我的早餐基本上是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一件东西。那样东西呢，当然就是麦片啦。平时我吃的都是放热水就能煮好的啦，可是今天这一个其实是 raw oatmeal 来的啦，所以今天呢就先暂时吃着这一个啦。本身呢我都会量我所吃的东西啦，因为这样子呢比较好去量我的这个卡路里。通常早上我都是大概吃一个50 gram 这样子到70 gram 吧。今天胃口55呗。要煮的麦片还挺浪费时间的，一直要这样子顾着它，然后又要等它煮到软。我觉得还是那种快熟的麦片比较好，倒水、热水搅搅下就好了，不需要更多功。我本身的这个吃麦片的调味料呢，基本上就是我的protein粉，因为我觉得这个protein粉巧克力酱也比较好吃，同时间呢。又可以有那个protein，挺好的。搅，然后再让它吃的稍微的有一点不同的味道点呢，我还是会放这个 BB2 的啦，巧克力的。我本身不会掺它进去一起吃啦，因为掺了进去哦，没有什么味道啊，所以我就大概撒在上面一点点这样，就好像吃那个巧克力粒的感觉这样啊。这个呢就是我的早餐啦。讲到麦片呢，很多人会觉得麦片好像是一个很无聊的食物，可是我本身觉得是一个很方便的食物啊，而且吃下去我觉得又非常好吃哦，尤其是我这样加了这种protein粉这些，甜甜这样子，好像吃甜品一样。但是对我来讲更加重要的就是呢，因为当我转换吃碳后啦，我发现有些碳我吃了后会很容易爱睡那些，比如说面包之类吧，之前都会试过早上会要吃面包那些，可是吃了后我反而是会想要睡觉，但是麦片呢，我吃了后就没有那种要睡觉的感觉，而且不要小看这样的少少啊，可以顶到我等下午2点吧。早餐呢就这样子给我吃完了啦，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快。刚刚呢就从超市回来，然后也买了一些蛮基本的一些东西吧。首先有我最爱喝的无糖汽水，虽然说不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饮料，但是至少可以帮助我减低我那种 craving。可能一时我想要吃甜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选择喝它一点点，这样子我就不会 end up 吃 ice cream 啊那些这样。所以对于我本身来讲是 work 的啦。然后我本来都是喝 Pepsi Zero， 可是现在我换去 7 Up 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颜色素嘛，所以换句话来讲也可能算是稍微的好一点点啦哈。然后还有什么香蕉，然后还有就是这些灯笼椒我今天的晚餐呢，然后一些青菜 Greek yogurt， 然后就是鸡胸肉啦，我现在只买一点点，我足够这个星期的鸡胸肉而已啦。还有就是今天竟然给我找到 frozen berry 啦，讲真对我来讲呢 frozen berry 是最好的选择啦。
是因为呢，我每次买那种 strawberry 等等啊，可能吃那1、2天哦，第3、第4天它就开始坏了。这样子这一种 frozen 的呢，我可以放在冰箱，可能它打鼾1个星期、2个星期的都不是问题。其实刚刚呢，我也有尝试要找这种冷冻的蔬菜啦，比如说那种冷冻的 spinach， 可是我就找不到，所以呢，我就只好先暂时买这一个普通的蔬菜咯。现在目前我也是有遇见同样的问题咯，就是蔬菜我可能吃1、2天。第3、第4天呢，它就开始出水啊，那些冷白白了，变到很多时候我觉得麻烦，都很少买菜来吃了。所以假如你们有任何的冰冻蔬菜介绍的话呢，留言给我知道 ，OK？ 然后现在呢，我就要把它们收完去我的冰箱。现在大概是整12点半了，哇，一转眼就12点半了，时间过得真快呀！现在我就要吃调椒啊。这香蕉就像是我的 pre-workout 的 snack 吧。讲真，最近开始吃回碳了，我发现我举铁的 performance 真的是升级到很多哎。因为当你吃碳的时候，你的 muscle 就会 store 那个什么 glycogen 啊。而假如你 keto 然后又一直健身的话呢，你的 glycogen 一下子就会用完。而当时的感觉呢，就是你不会觉得很累，可是哦，它就是 push 不到咯，你没有拿到很重都好哦，你可能去到第10下这样子哦，你就上不到去哦，很奇怪哦。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我觉得吃碳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好处吧，就是可以让你在 gym 那边 push 的多一点。这个香蕉就吃完了，然后现在呢就要准备开箱这个东西了，听一听。时间来的刚刚好，它刚刚到罢了。那我们一起开来看看是什么东西。哦。这2个呢，就是我那个做 gym 的 attachment 吧，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用那个最基本那个 lat pull down 的东西，变得有一些动作，比如说那种 face pull 啊，跟这一些动作哦，就用那个普通的 lat pull down 的那个 bar， 就感觉奇怪了一点，所以我就买了这2个咯，让我可以做一些，比如讲这个是给 roll 的，还蛮重的嘞其实，所以现在呢休息一下就要准备拿 gym 了。所以现在呢，我就要准备开始我的 gym section 啦。那么讲到健身这一块呢，我本身还算是一个小白啦。从我减肥开始到现在呢，一直都是自己上网看 YouTube， 然后自己在家里练这样子罢了。所以呢，我也不瞒大家，可能等下你们会看到很多我做的动作呢，也许是属于不标准的动作。然后对于今天的 workout plan 呢，我将会做的是一个 full body workout， 可是就比较 focus 在 deadlift 跟 bench press 吧。这2个运动我会尝试 push 到最多。而别的部位呢，我就不会 push 到那么的够力，但是呢，还是会把它们完成的。所以在我开始之前呢，假如你像我这样子也是喜欢做 gym 听歌的话呢，或者是你像我这样子有做影片的话呢，我可以介绍你们使用 Epic 的 Mix Sound。Epic 的 Mix Sound 呢是可以让你下载无版权的音乐。那假如你使用我影片底部的连接的话呢，你就可以得取30天的试用期。所以呢，不妨尝试去用一下吧。这样子，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运动 ，Alright。那么现在我就会从 deadlift 开始，然后我都是会从轻，然后慢慢的增加到我想要的重量。平时大概都是2 set 的 warm up set， 然后2到3 set 的这个 working set 啦。所以现在呢，我就会从30 kg 开始啦。之前我 keto 的时候的重量最准是去到这样多不了，可是我今天感觉还挺好的，所以呢，我尝试加多一个15，再加10吧，不能保证我做不做到，但是因为感觉良好，所以 try 一 try 啦，试一试自己的 limit 可以去到多少吧。一直以来都没有机会用2片15 kg 啊，所以简直是第一次，讲真不懂自己做不做到的。尝试一下吧了 ，OK， 我不会 push 也太好，就是尝试看啦啊。不说一下，感觉还可以去更多，但是我就不敢 hold 着完全不放下来啦，因为我怕伤到我的腰，所以你才会看我放下来再举上来，放下来再举上来。可是这个重量我觉得我还能
举得到，所以以后可能这一个是我其中的一个 working set 吧。接下来我要 go for 最后一个 set， 然后我就要 move on to 别的运动。接下来做的呢就是 bench press 了，同样的也是慢慢的加重，所以就是从30 kg 开始先。目前这个呢是我本身的 limit 了啦，我可能最多做到4、5下吧。但是呢，我还是会尝试去 push 啦，可能拿到6到8下这样子。我本身不敢再去跟做的原因是因为我试过太重，我上不来，然后又没有人帮我 spot， 我就在那边压真的上不来。所以这个就自己一个人练没有这样好的好处吧哈。只能去到6下，虽然说只是6下，但是对我来讲算是有进步吧。之前这个重量我最多可以去到4下罢了，但是现在呢，已经可以去到6下了，所以代表说呢，我身体慢慢习惯这一种比较重的重量吧。所以我希望一天呢可以去到8下，然后这个变成我的 regular 需要练的一个重量。So let's go， 最后一 set。这个最后 set 呢，完整的我大概做到5下吧。对于6、7、8呢，我都是做半下，虽然算是cheating啦，但是至少尝试 push 自己去得更远一点点。做完了 push 的运动呢，现在就来一点 pull 的运动啦，就是拉的运动。那么for肩的背后呢，我就会尝试今天新买的这个 for 这个 seated row 吧，好像是叫做 seated row， 因为之前我都是用这个我的相机带来去拉。现在呢，终于有一个正常的手握了。手上我会先以比较轻的重量来去用，为了要感受一下那个 muscle 吧。哇，不错吧？感觉很舒服，然后有 activate 那个背后的 muscle。搞懂了一个拉的运动后呢，当然就是回到来这个 push 的运动啦。所以 for 我的 shoulder 呢，我都是做这个 overhead press。我做 overhead press 的时候呢，都不会去到太重啦，因为呢我的 shoulder 有受伤过，所以我都是以同样的重量呢去做3到4道 set 这样子啦。那么现在今天运动呢，差不多来到尾声了的啦。今天最后2个主要的运动呢，首先就是这个 tricep。为什么练 tricep 呢？是因为刚刚都已经做了 bench press 嘛，因为有多少用到 tricep 的关系呢？这样子不如就练买它，因为它有更好的效果。同时间呢，我也会配着 leg extension 来一起做啦，因为当我练完手了后，手酸，可是脚不酸，这样子就直接做脚了。那么现在就开始吧。第一次用这条东西 ，OK， 这2个春带，没有错的话呢，拉下来，然后手要张开，好像张开你女朋友的脚这样子。哦哟，哇，真的有感受到我的 tricep， 把脚打开。每拉下来一开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 tricep 拉着了。哇，做完 tricep 马上就要做脚啦，而且是要这2个春带对着我的头。休息一下，继续回到来我们的手。该做的运动可以讲是做完了啦。接着每次在结束之前呢，我都会做一个 abs workout， 因为在我本身的 workout plan 呢，我是没有特地训练 abs 的啦，所以就只好在最尾声那边做一下这样哦。哦，好痛啊！哎呀。
我的 workout section 终于结束了，现在要去冲凉，然后就吃午餐。好的，刚刚呢就冲完凉，现在呢我就准备我的午餐啦。现在已经是接近2、3点了。我的午餐呢将会吃的就是这种 reduce carb 的这个 wraps。为什么是 reduce carb 呢？是因为下午这段时间呢，我都没有很喜欢吃太多的碳水，因为就如我一直讲的，碳水呢会让我要睡觉，所以呢我都是吃一些比较低碳，同时间呢足够我打汉堡到晚上的一些食物。那这一个 reduce carb 的 wraps 呢，刚好就是它的 protein 还有它的 fiber 呢都蛮高的，所以也许是因为它的 fiber 高的关系呢，所以它可以打鼾到我整8、9点呢才饿。所以平时呢我都是会吃2片，然后呢我就会先把它们就稍微的烫一烫，给它的皮脆一点。那么趁它在烫的同时呢，我就会准备我的鸡蛋。那么自从我转去吃碳后呢，我就没有吃这么多的蛋黄，所以呢，我就特地去买了这个专门就是蛋白而已的 liquid。虽然说我可以自己打了，自己再弄那个蛋白出来啦，可是我觉得有点麻烦，同时间我本身觉得有点浪费了，所以呢，我就去单单买了一个那种蛋白而已。我本身还是会吃1粒蛋黄啦，为了它的味道嘛 ，OK， 所以我都是买1粒蛋黄先。蛋黄1粒 ，and then 现在因为我第一次吃这个蛋白的关系呢，我就必须要量一下吧，需要摇没有哦？摇一下呗。我第一次吃了，加多少呢？100 ml 吧，应该够我吃了。OK， 先 try 一下100 ml，and then 我就搅它，给它搅均匀。我觉得这样子搅完均匀的鸡蛋哦，比较容易的煮。这个 wrap 稍微烫好以后呢，我就先放一边，然后再把这个油弄均匀一下，鸡蛋直接倒下去。然后这时候呢，我就一直会马上就推它的啦，不要给它停下来，这样子呢，它就不会粘锅跟不会烧焦之类了。然后这时候呢，就会把它们均匀的分到我的2片 wraps。放一点今天买的这个蔬菜，然后我本身的最爱啦，就是这一种没有加糖、没有加盐的这一种 ketchup。那么这个呢，就是我的午餐呢。今天呢，我吃的就只是鸡蛋跟 wrap， 还有一些青菜这样。平时我感觉特别饿的话呢，我还会加入一些肉碎这样子。可是今天的感觉就还好，所以呢，我就只是单单煮鸡蛋罢了。因为老实讲啊，煮东西是非常吃时间的一件事情，所以近期呢，我都是会选择这一种很快煮好的食物。午餐呢，就终于吃完了啦。千万不要看它小小个这样子哦，可是啊，吃下去非常非常的饱。那现在就是我的工作时间还有休息时间，然后我们晚餐再见吧 ，OK？ 一转眼呢，又来到我们的吃饭时间啦。这样子，现在呢，少奇是从 gym 回家来，所以呢，我就要开始煮我的饭啦。那么现在饭呢，就正在煲着，然后今天我们要煮的呢，就是酸甜的鸡胸肉。因为我本身呢是非常喜欢吃咕噜油的，所以呢就只好用鸡胸肉来代替那个咕噜油啦。需要准备的材料呢真的是很少罢了啦。首先当然就是有我们的鸡胸肉。And then 呢，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就是 onion， 还有这个 yellow pepper。如果你要 red pepper 那些也是可以啦。And then 就是一些盐 ，black pepper， 还有就是它的主要的 sweet and sour 的 sauce 啦。这个呢，我真的是用一点点给它味道罢了啦。因为假如你倒很多的话呢，卡路里是很高的。那现在呢，就放一点盐进去。倒一倒我们的 black pepper， 然后这时候呢就可以准备开始下油热锅啦。我本身呢用的都是 olive oil， and then 我最近学到的就是哦，你这样子倒了点油，对吗？然后你就可以拿这一种这样子的 napkin， 稍微的把它涂完整个锅。你把它涂完整个锅后呢，剩余的油呢都是会在你的 napkin 上面，这样子呢你就会减少一些卡路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热锅啦。当你的锅开始热了以后呢，就可以开始把这个肉先丢下去。记得呢，就要把它们弄到均匀啦。调整均匀后呢，其实我本身就会马上下这个
这些安腌这一些了啊，为了给它那个味道啊，还有它煮的熟一点呢，这样子它就不会有这样重的那个菜味吧。这时候呢，基本上就放着给它自己慢慢的煮熟下面那部分，大概是5到7分钟这样子吧，就不用特地去动它的。然后当你看到那种白色的部分开始包围上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开始翻它了。哦耶，这样子全部翻回来，翻回来。然后再翻了以后煮多一下子呢，就可以开始用我们的酱料了。稍微的倒一个跟着你需要的分量来去倒，然后呢就可以开始把它们炒起来，让那个酱呢沾到每一块鸡肉都有。那么现在呢就要开始吃饭了，少奇也回来了，他在那边煮他的鸡蛋。这样因为我下午吃了蛮多鸡蛋，我就没有吃鸡蛋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酸甜鸡肉了。我煮鸡胸肉的 skill 越来越厉害啊，这些就是软软的。那个酸甜酱真的是很厉害，倒那么一点点哦，就有很足够的味道，然后非常非常的配饭。哇哦，少奇的，好饱啊！这个叫什么？荷包蛋。配饭。一粒蛋可以吃多少碗饭？一粒蛋可以吃半碗。所以你就有2粒蛋了。对。好吃吗？不错，好吃，甜甜的。你煮的都是最棒了，因为不用我煮。一转眼呢，晚餐就给我们吃到干干净净、高松高松啦。这是我平时呢晚餐都会吃比较大的分量，因为呢我不想要睡觉的时候呢感觉到肚子饿。不会把洋葱吃下去啊，这样办？有问题没？狗不可以吃洋葱，吃洋葱会出现慢性中。哇！不会，你会中毒。他平时不乱吃东西，今天去吃这个洋葱，一定是你煮的太好吃。我煮的东西太好吃了，甜甜的味道吧。所以现在基本上呢，晚餐就搞定了啦。但现在我就继续回到我的秋秋生活。你要做什么？不知道。洗碗了你？我不要，我要看书。一转眼呢，又快来到要睡觉的时间了。睡觉之前呢，我都会跑来厨房这边，因为呢，通常我吃汤的话，我半夜都会肚子饿，所以呢，我就要在睡觉之前呢，吃一点点的东西。那么到现在，应该你会发现呢，我每次讲到碳水的时候呢，都会讲我要弄到我睡觉之类的，听起来好像一个不好的东西，但是千万呢，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让你睡觉呢，其实算是一件好事吧，它 relax 你的身体。所以呢，最近我就学会了怎样使用这个碳来帮助我睡觉，所以呢，我才调整到晚上时间才吃比较大量的碳，因为吃了以后呢，我就会进入那种要睡觉的状态。那么现在我睡觉之前，我就会吃一点点真的是大概20g 的这个麦片。为什么又是麦片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慢消化的关系，所以呢，可以让我安心的睡觉。平时呢，我都是放 protein 粉直接吃啦，可是呢，因为今天刚好我买了这个 Greek yogurt 呢，我就会掺入 Greek yogurt， 放一点点味道，跟一些 protein 这样子。再加一些 frozen 的 raspberry， 你们看，完全就是好像甜品这样子嘞，点点就好了吧，完美。OK， 让我来试试看啊。raspberry 挺好吃的，这那样东西怎么可以少了这个呢？点点就好了吧。哇，完美啊！甜品哦。好了，今天的影片呢，就算是到此为止啦。现在呢，我就要去把这个给吃完，基本上几口就吃完了的啦。那么我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影片。那我本身呢，特地调回来吃碳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希望长期做这一种健身的影片。我想要让自己呢去尝试各种类型的食物，各种类型的diet这样子。之前把自己困在 keto 的状态之下呢，我有点难去尝试这些东西。所以，假如你有任何类型的diet食物想要我去尝试的话呢，不妨留言给我知道，我可以考虑去做一个影片。那么就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记得订阅我的平台。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呀，安妞。Nothing we can do. The final hour before we let it go to rest. It's such a heartbeat pounding in